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都还记得，以前我们看电视，总觉得美国这个国家说什么都是虚的，大话讲尽，真要动手就怂了。可这几年看下来，尤其是最近伊朗那档子事，真让人跌破眼镜。美国人不是光说不练，他们是真的动手了。那架被派出去的飞机不是模型，不是演习，是实实在在的 B-2 隐形轰炸机，直接就去了伊朗，把那里的军事设施炸得体无完肤，一片狼藉。那场面真是触目惊心，让人看了心头发颤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您想想看，之前美国总统川普说过的那句话，要是中国胆敢动台湾，就直接炸北京。这话当时听起来，好多人都觉得是玩笑，是吓唬人的嘴炮。毕竟，谁能想到一个国家元首会说出这样的话呢？可现在看看伊朗的遭遇，不得不让人心里咯噔一下，背脊发凉。这事儿难道不是说着玩的？美国人真的有这个胆量，也有这个实力。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，伊朗用的那套防空体系，据说是从中国买来的，号称是多么先进，多么厉害，是中国的骄傲。电视新闻里也经常听到各种宣传，把这套系统吹得天花乱坠。结果呢？美国人的 B-2 轰炸机飞进去，就像逛自家后花园一样轻松自在，来去自如，根本没受到什么像样的阻拦，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。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，也让人不得不怀疑，我们这些老百姓平时没少听那些所谓的大外宣，什么东风快递、使命必达，把中国的军事实力吹得神乎其神，好像天下无敌一样。结果呢？伊朗的例子活生生摆在那儿，用的是你的防空系统，美国轰炸机却能如入无人之境，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。这下好了，全世界都看清楚了吧？原来你那些所谓的高科技先进武器就是个样子货，只能唬唬人，根本经不起实战的考验，就像纸糊的一样，一戳就破。这哪里是使命必达，这简直是使命必垮。更可笑的是什么？这事发生之后，中国外交部还在那里强烈抗议，又是严正交涉，又是敦促美国停止错误行径。我真想问问，你算哪根葱啊？人家美国说炸就炸，根本不带犹豫的，你除了抗议，除了在口头上表示不满，还能干啥？你那几艘号称航母的家伙，说实话，出来一艘沉一艘，都不够人家美国海军当把船练手的。别提什么出海演习了，那简直是给人家送菜。这次美国炸伊朗，明摆着就是做给中国看的，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，就是要警告你，你敢碰台湾一根毫毛试试？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尝尝什么叫午夜铁锤，让你知道什么叫痛彻心扉的打击。川普这个人，虽然有的时候说话做事看起来疯疯癫癫的，甚至有点口无遮拦，但他确实是个说一不二、说得出做得到的人。他可不像某些国家，除了吹牛就是在吹牛的路上，光打雷不下雨，光说不练假把式。他真敢拍板，真敢下令，真敢把威胁变成现实。您想想，最讽刺的是什么？中国号称有14亿人口，占据了地球上那么多的资源，折腾了70多年，从建国到现在，对人类文明有啥拿得出手的贡献？我掰着手指头数了半天，除了威胁这个国家，恐吓那个国家，搞些让人心惊胆战的战狼外交，还真找不出什么像样能让世界各国信服的东西来。你看看诺贝尔奖，人家屠呦呦的研究成果那还是在文革前的。
现在呢？所谓的高科技全靠偷人家的技术，靠山寨别人的创新，根本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。说你是山寨大国，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，这是全世界公认的。反观台湾，弹丸之地，才2300万人口，连中国一个省的人口都不到。可人家呢，芯片产业却能领先全球，掌握着世界半导体产业的命脉。民主制度也运转得好好的，老百姓有自由表达的权利，有监督政府的权利。人均 GDP 更是中国的几倍，老百姓生活水平高，富裕安康。最关键的是，人家是个文明国家，崇尚和平，讲究礼仪，不会像某些流氓国家一样，天天喊打喊杀的，动不动就武力威胁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我在日本这些年看得可清楚了，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，表面上客客气气的，礼貌周到，但那是出于日本人的民族习惯。可日本人心里头啊，其实是瞧不起中国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国家说谎成性啊！今天说和平崛起，明天就在南海大肆填岛，破坏国际海洋法；今天说不干涉他国内政，明天就在全世界搞渗透，甚至干涉别国选举；今天说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明天就威胁要留岛不留人，赤裸裸地威胁台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，这种言行不一的虚伪嘴脸，谁看了不心寒？哪个国家敢和你真心交往？说到台湾，我是真心佩服。中华民国都100多年历史了，从孙中山先生创立到现在，历经风雨。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才76年，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，还好意思说人家是你的一部分？这逻辑简直是荒谬透顶，就跟你爷爷说你爸爸是他儿子一样荒唐，根本说不通嘛。哪个有正常思维的人会接受这样的逻辑？其实啊，台湾的军事实力对付中国，那真是绰绰有余，根本不需要外界太多的担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现代战争打的不是人海战术，不是靠人多就能赢的，打的是高科技，打的是信息战，打的是精确打击。台湾的雄风导弹、天宫防空系统，这些可不是模型，都是实打实的先进武器，再加上美国在背后提供的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支援，中国那些号称世界先进的破铜烂铁能扛几天？恐怕几天都撑不住，就会被打得七零八落。更别说日本了，人家海上自卫队的实力那可不是吹的，其海军实力在全球都名列前茅，分分钟能把中国海军打回娘胎里去，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。但是台湾是民主国家，崇尚和平，不会主动侵略别人，不会主动挑起战争。这要是换成中国，恐怕早就统一全亚洲了，甚至可能把野心延伸到更远的地方，给全世界带来灾难。我跟你们说个笑话，中国天天说要武统台湾，这都喊了多少年了？从邓小平时代喊到习近平时代，几代领导人都把这个挂在嘴边。可台湾呢，还是好好的在那儿，依旧生机勃勃，发展繁荣。为啥这么多年了，口号喊得震天响，却迟迟不动手？不敢呗。真要打起来，别说美国了，就是日本、澳大利亚、英国联手，都够中国喝一壶的。恐怕他根本承受不住这些民主国家的联合反击。最搞笑的是，习近平就是靠着统一台湾这个口号上位的，把这作为他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基础。结果呢，上台这么多年，除了在国内折腾老百姓，
搞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，对外就是嘴炮，只会打嘴仗，没有任何实际行动。他搞的那个清零政策，把中国经济彻底搞垮了，外资纷纷撤离，大量企业倒闭，失业率飙升，尤其是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只能躺平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。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，他还想打台湾。我看他是想转移国内矛盾吧，想通过对外战争来煽动民族主义，掩盖国内的各种问题。其实啊，现在已经是在打仗了，只不过不是硝烟弥漫的热战，而是无声无息却更具杀伤力的经济战、科技战、认知战。您看看，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禁令，直接就把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打趴下了，中国的科技发展被卡了脖子，举步维艰。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一涨价，中国那些钢铁企业就得乖乖掏高价钱，被人家牵着鼻子走。日本的精密仪器一断供，中国那些引以为傲的工厂就得停工，因为没有高精尖的设备，根本无法生产。这就是现实，残酷而无情。你再怎么吹牛，再怎么搞宣传，也改变不了这些被卡脖子的现实。中国还天天吹嘘什么东风导弹、歼20战机，号称多么先进，多么具有威慑力。我就想问问，你那些东西真的能用吗？真的能像你宣传的那样吗？伊朗用你的防空系统，结果被美国炸成渣渣，事实摆在那里。你自己那些装备恐怕也好不到哪去吧，经不起实战的检验，光靠宣传是没用的。要我说，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底线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不择手段。新冠病毒的事情，全世界都心知肚明，知道病毒是从哪里起源的，知道你一开始是怎样隐瞒疫情，导致病毒扩散到全世界，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。只是碍于各种原因，大家不好意思直说，但心里都清楚。但是这种没底线的做法，最终害的是谁？还不是中国老百姓。现在中国的国际形象那是烂到家了，走到哪都被人防着，投资不敢来，技术不敢给，连留学生都不愿意去了。这都是你战狼外交的恶果，把全世界都得罪了，最终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。到头来就剩下几个穷哥们，朝鲜、伊朗、俄罗斯，而且这几个国家一个比一个不靠谱，根本指望不上。反观台湾，人家的国际形象多好。虽然因为中国的打压，很多国家不敢公开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但是私底下哪个国家不是把台湾当正常国家对待？台湾的护照可以免签去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畅通无阻，出行方便。中国护照呢？去哪都得办签证，而且还经常被拒签，甚至连去一些小国都困难重重。这就是差距，天壤之别。我在日本看新闻，每次看到中国威胁台湾，日本民众的反应都是中国又在吹牛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就是个纸老虎，看着吓人，其实不堪一击。真要打起来，估计比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表现还要差，甚至可能一败涂地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中国现在最怕的就是真打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打就露馅了，他所有的虚假，所有的谎言都会被揭穿。那些贪官污吏，哪个不是把钱都转移到国外了，把家人也都送到安全的地方了？真要打仗，他们第一个跑路，根本不会为这个国家付出。留下来的就只有那些被洗脑的小粉红，拿着键盘当武器，在网上喊打喊杀，叫嚣着虽远必诛，
可真要他们上战场，恐怕一个个都吓得尿裤子。中国现在就是外强中干，经济下滑，社会矛盾激化，年轻人躺平，老年人没钱养老，民怨沸腾。这种状态还想打仗，简直是做梦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台湾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要保持高度警惕。不是怕中国真的打过来，而是怕内部的第五纵队那些亲共的政客和利益集团。他们天天喊着和平统一，其实就是想投降，想出卖台湾的利益，把台湾拱手相让。这些内奸才是最危险的。当年国民党就是因为内部有叛徒，才输掉了内战，失去了大陆。现在可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了。我觉得台湾最应该做的就是加强和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合作。有这些盟友在，有这些坚定的支持者，中国就是有100个胆子也不敢轻举妄动，不敢轻易发动战争。特别是这次美国炸伊朗，明摆着就是在警告中国，别以为我不敢动手，我既然能炸伊朗，就能炸北京。说到川普，这老头虽然有点疯，但真的有种说话算数，说炸就炸，不跟你废话，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。这才是大国应该有的样子，有决心，有行动力，有威慑力。不像某些国家天天严正抗议，强烈谴责，除了这些口号，啥实际行动都没有，简直是贻笑大方。我在日本这么多年，最大的感受就是实力才是硬道理。日本2战后被打趴下了，国土一片焦土，经济崩溃，但人家老老实实发展经济，埋头搞科技，不搞那些虚的，不搞军备竞赛。现在呢，又成了世界发达国家，科技强国。中国呢，天天想着民族复兴，伟大崛起，结果越折腾越落后，越折腾越孤立。最可悲的是，中国老百姓被洗脑洗的连基本的是非都分不清了，明明自己过得苦哈哈的，还要为政府的愚蠢决定叫好，为那些荒谬的政策拍手称快。看看人家台湾人，该批评政府就批评，该游行就游行，这就是民主社会的正常现象，老百姓的权利得到保障。所以啊，我说美国这次炸伊朗炸得好，就应该让那些独裁者看看，嚣张是要付出代价的，胡作非为是要受到惩罚的。中国要是再不老实，再敢胡来，下一次就轮到你了。到那时候可别怪美国不客气，是你自己作死，咎由自取。最后，我想对台湾的朋友们说声加油！你们是华人世界民主的灯塔，是所有追求自由、向往民主的华人的骄傲。不管中国怎么卑鄙的威胁，怎么无耻的恐吓，都要坚持下去，因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文明终将战胜野蛮。中国现在就像一个得了狂犬病的疯狗，到处乱咬，胡作非为。但是疯狗终究是疯狗，迟早会被打狗棒教训的，会被绳之以法的。美国这次就是给他一个警告，再敢乱咬人，下次打的就是你。我真心希望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台湾这些民主国家能够联手，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联盟，好好教训教训这个吹牛大虎，让全世界看看他那些所谓先进武器到底是个什么德行，让他的虚假面具彻底被撕下。我敢打赌，真打起来，中国撑不过1个星期就会彻底崩溃。两岸分治这么多年了，各过各的不好吗？非要搞什么统一，其实就是想扩张自己的版图，想称霸亚洲乃至全世界。但是时代变了，
现在不是靠人多就能打赢战争的年代了，那是冷兵器时代才适用的。看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表现就知道，那些所谓的强大独裁国家的军队在现代战争面前有多么不堪一击，多么腐败无能。中国啊中国，好照照镜子吧，看看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德行。国内民不聊生，经济一团糟，社会矛盾堆积如山，国外四面楚歌，被全世界孤立，谁都不愿意和你打交道，还在做着伟大复兴的春秋大梦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醒醒吧，先把自己的老百姓喂饱了再说，先把国内的问题解决了再说。我们心里守候这片自由的天空，不让阴霾遮蔽晴空，不让黑暗侵蚀光明。认清那虚伪的面孔，坚定地站在真相这边，捍卫普世价值。他们笑着享受温暖，却在背后磨砺刀锋，准备随时伤害他人。当真相照进黎明的光，伪装终将无处可藏，所有的谎言都会被揭穿。守候这片自由的天空，不让阴霾遮蔽晴空，认清那虚伪的面孔，坚定地站在真相这边。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守望，多少次风风雨雨我们同行，为了这世界的和平与正义，我们绝不退缩。手中的权力，不让它轻易被夺取，不让它落入独裁者手中。有人说天边的云彩更美，却不愿离开这里自由的怀抱，放弃已有的幸福。双面的话语终将被揭穿，真心与谎言总有区别，骗得了别人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守候这片自由的天空，不让阴霾遮蔽晴空，认清那虚伪的面孔，坚定地站在真相这边。我们是清醒的一代，用爱与勇气筑起方向，在这民主自由的土地上，写下属于我们的明天，一个充满希望和光明的美好未来。